而这一刻，李长寿也总算是确定了一件事儿：旨意中出现了此时本不该为人知晓的2件宝物——天书封神榜、大神鞭。这位玉帝陛下早就知道大劫的底细，却一直不言不语，静静等待紫霄宫众圣商议封神之事。能被道祖选为3界主宰，绝非是因道祖童子这份关联，倒不如说道祖早已经选好了3界主宰，只不过是守在身边打磨心性，等待时机，自远古谋划到了今日。小觑这位天地者，方才是真正的失智者。魏深默道：西方教如今想求饶，咱们就趁着他们，待紫霄宫议事时随机应变。接下来这数十年，洪荒天地与3000世界应当会相对安稳。长庚，天庭还需做什么？无需做太多事，继续扩兵，招揽高手。陛下安排今日这一次大典，其实是有意探查道门3教的众仙宗与道门3教弟子关系如何吧。此事我此前也在考虑，结论却是不容乐观。魏深默的眼角闪烁出璀璨的亮光。哦，是这样，没错。好吧，没想就没想吧。魏深默仔细地琢磨一阵，问：可是长庚，咱们要这么多天兵天将作战，哪怕100万天兵面对大罗之上的高手，对方若不在乎业障，也就是挥一挥衣袖的事儿。天庭迅速扩军的意义，在于未来建立稳固的秩序，这其实是天庭能否真正大兴，日后不为大劫钳制的关键。且慢！魏深默皱着浓眉，瞪着大眼，突然笑骂一声：你这家伙果然藏了私，之前怎么不说这些？是不是我拿这道旨意做贺礼，也在你算计之内？我不拿这道免劫旨意出来，你就要用这些谋略要挟本天地？陛下，您不能把小臣想得如此斤斤计较。我反悔了，把旨意还回来，后面看情况要不要再给你。李长寿身形一闪，出现在3丈之外。哎呀，凡俗还讲究君无戏言呢。陛下，您贵为天帝，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好你个慈眉善目的长庚贼！还来讲，若是不能让本天帝满意，稍后就再扣到旨意，让前面那道免劫旨意作废。陛下放心，保证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李长寿嘿嘿笑了一声，保持着青年道者的模样，又不放心地在周遭布置了一层结界。今日小神定会将当年12册的后续都给陛下讲明白了，助天庭彻底大兴。咱们就从今日之事开始说起。陛下了解大劫许多细节，此时或许不能够说出来，接下来我说的都是我的推测与猜测，若是不小心说中了，陛下您就当未听见。魏深默挥了挥手，周遭泛起道道金光，天道之力包裹此地。畅所欲言就是。李长寿整理了一下思绪，在侧旁踱步少顷，开口道：紫霄宫议事之后，中神州与东胜神州必乱，西方教的策略方向只有3到6种，我都已经列出来了。概率最大的就是利用3教仙宗。3教仙宗与3教弟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也关系到了3教整体的实力与名望。西方教定会暗中煽风点火，借中神州2教仙宗之功法，让截教与阐教逐步对立，互相积累仇恨。人心不可控，截教圣人弟子虽多，但是对比中神州炼气士3000世界炼气士而言，也只是很小很小的数值。换而言之，这件事必然会发生，只不过发生的时机规模还不太确定。若阐教与截教水火不容，西方教就可以趁机与阐教绑定，从而达到一同针对截教，安然度过大劫的目的。而西方教这般做，符合天道对大劫的预期，即降低生灵之力。魏深默缓缓点头。那咱们该如何做？就是之前说的那般，扩充天兵天将，也只能去扩充天兵天将。
趁着中神州陷入大乱，天庭可以更方便的去招安一些金仙境的高手，让天兵天将的实力迅速增强。天庭是天道所属，天庭仙神、天庭兵将非但不会被列为天地的负担，反而还会被当作加固天地的力量。从天地稳固的角度而言，天庭在这一次大劫之中发展越快，力量越雄厚，大劫所需的死伤生灵就会越低。当然了，这个是天道来决断。只要天庭的兵力增长到了一定的程度，配合仙盟或者是临天殿之力，就可以随时出手，拨乱反正，一举顶定乾坤，在中神州建立天地秩序。魏申墨的双目满是神光。哪般秩序？仙门遵天庭之令，受天庭束缚，于中神州与南赡部洲之间建天庭关卡，立天道之墙，约束仙人进入凡俗之通路。再配合南赡部洲之中以得天命的商部族的发展，待商部落一统南赡部洲繁华之地，将那些借仙药延长自身寿命的国主权贵给清扫了。当年小神与商部落首领定下的仙契，就可以完全发挥出效果。如此双管齐下，就可以让人族凡人彻底的摆脱被仙道势力压榨之势。但陛下切记，须得保留凡人北上寻仙之通路，莫要斩断凡人上升之路，如此才可以保证天庭人族的气运不会脱钩。到那个时候，仙门若要收徒，需向天庭申请，才可以进入南赡部洲挑选家徒。凡尘若有妖魔为乱，修行之士也可以斩妖除魔，借此赚取天道功德。届时中神州众仙门源源不断提供成仙弟子为天庭兵源，天庭兵将齐全，雄兵在握，待三教大劫降临，神位填满，自此彻底大兴，仙凡可分离，不绝天地通。魏申墨府长大笑，细细思量，又问：3000世界又如何？南诏凡人虽是天地气运根基，但3000世界之中的生灵也是生灵，气运少些都是一般无二的才对。而且还有那香火神国诸多潜伏的妖魔，各个占地为王的仙门仙宗。陛下应该比小神清楚二阶神位都有哪些才对啊。你是说四域帝君？天庭只要稳固五部洲之秩序，3000世界不过是早晚之事，也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。陛下，小神是人教弟子，亦是道门仙宗出身，这些策略有些其实与我道门的利益相左，但是对于天地，对于生灵，对于未来的道门有所裨益。还请陛下一直记得当初你我在西海遨游时，陛下在船舱中说的那几句话：天地、三界、众生之权柄将会在您双手掌握之中，若陛下念头出现偏差，生灵必遭涂炭。魏申墨沉吟几声，目中满是感慨，看李长寿的目光颇为复杂。长庚常在我左右，我自不会走错了路径。李长寿温和一笑，却是并未多说此事。他终究修的是无为道果。小琼峰地下密室，某个不为讹之的角落中，李长寿化作袖珍小人儿，坐在小小的竹椅内，把玩着手中的金色卷轴。这一道旨意是因我护住了龙脊，玉帝陛下就出手护住了云霄？这个解释看似是有理，但仔细想想其实并非如此。一张天道旨意凝成需要不短的时间，更何况是这种涉及大劫的旨意。这旨意开始凝聚的时刻，定是在自己收徒龙脊之前。由此可见，与玉帝陛下的友情还是可以信个大概70%左右。毕竟玉帝所处的位置很容易就身不由己，这一道免劫旨意完全可以当作聘礼，去三仙岛提亲了嘛。这玩笑，两个人的感情还没到这般地步，而且这一张免劫纸只是保住了云霄，那让碧霄跟琼霄如何作想？此物只能当作关键时刻救命用的东西，
保云霄不入劫，其他的仍然是两说之事。仔细想想，有没有这一道旨意影响其实不大。自己从对云霄起了好感，最担心的便是三霄本是一体，三霄与赵大爷感情深厚，所以李长寿一直费心帮赵大爷积累功德，摆脱死结。要救云霄，就要4个一起救，这般独活的机会提前透露给云霄，云霄骨子里的刚劲儿一上来，或许会亲手毁掉。好在如今也算是有了一点点起色。李长寿虽不能说有绝对的把握将赵大爷拉出封神大劫，但是终究有了保全赵大爷不死的几分可能。稳一点来吧，大商此时还未正式建立，封神大劫正式降临，最少还有数百年。因情报获取程度不同，接下来的各方博弈必然会变得非常的复杂。天机被蒙蔽，圣人们也只能管中窥豹般探查大劫之事，每位圣人能够窥探到的程度自是有所不同。数十年后，只要封神榜一出，自家太清老爷估计能够瞬间明悟封神大劫前后之事。2师叔应该比3师叔推算的稍微多一些，接引圣人应该跟2位师叔持平。女娲娘娘估计沉迷宅之力，没有心思关注这件事儿。至于某位圣人老爷嘛，保持尊重，不多评价。从这旨意中透露的信息来看，玉帝早已经知晓封神大劫的许多细节，甚至有可能就是玉帝陛下和道祖老爷商量着该如何扩充天庭，打压道门。李长寿至今尚未确定这位陛下去紫霄宫哭诉时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与道祖老爷到底说了什么。此事完全可以列为洪荒10大未解之谜。不管如何，这一道旨意都是异常珍贵之物，也算是玉帝给自己的一份许诺。将其小心地收起来，贴身存放。李长寿出了一会儿神，心底浮现出仙宴时的一幕幕。瑶池宴后，大法师就立刻赶回了玄都城。这一段时日，域外天魔又开始蠢蠢欲动了。这些混沌海中的奇怪生灵似乎是想浑水摸鱼。云霄自是跟琼碧2位仙子一同回返的3仙道。这一次庆典，云霄还拿了不少贺礼，这让李长寿多多少少有些不好意思。总有一点上辈子巧立名目收份子的味道。让李长寿感觉有趣的是赵公明与金陵圣母的表现。这2位也不知处得如何了，在仙宴上全程无交流，但是偶尔会有目光碰触。离开时各自跟各自的好友结伴，这是不好意思对外公布哦。这个也倒是在情理之中，毕竟都是洪荒大能嘛，如后天圣灵那般结成道侣，不免遭人背后调侃几句。云霄会不会也有这般顾虑啊？李长寿想着这个此前就考虑过多次的问题，心神归于天庭，控制指导人在太白宫中布置阵法，加一点点小细节。化身行万里，本体家中坐。一门减脂成人的神通被李长寿魔改到了今天面目全非，却又颇为神异的地步，已经能够称得上是奇迹2字了。撒豆成兵神通如今广泛用于天庭各部，成了天兵天将的标配，极大减少了天兵天将的死伤。稍后安排杨戬之事，也是要以指导人为核心。若杨戬真的杀伤天兵天将，天庭再招安，那就跟天庭提倡的价值观不符了。在天庭忙碌了一阵，就见龙吉换了一身轻便长裙，驾云飞到太白宫中，入了太白大殿。李长寿的指导人找了一个位置坐好，端起了人教高人的架子，白发白眉，透出风轻云淡，嘴角的笑意自是慈祥温和。龙吉向前盈盈一礼，俏脸白皙透红，明眸欲减秋水。李长寿打量着自己的这个大弟子，这其实还是龙吉闭关长大之后，李长寿第一次仔细端详。
她端得是一位美人，与王母娘娘的容貌有着几分相近，却并无王母娘娘之威势，多了几分温雅柔和。老师，怎么了吗？一眨眼你就长得这般大了。李长寿随手招来一只蒲团，让他在自己面前坐下。随后李长寿拿出了此前已经在太清画像前请示过的人教典籍，当初大法师传给他的太清道函。今日传你太清道法，望你好好参悟修行。你如今已经修到了天仙之境，距离长生不远，让你更改自身之道也有些不妥，还是要以你原本所修之道为主，以太清道函为辅参悟。道无高低，亦无上下，修行最重要的便是要走出自身之道。你可明此间道理？龙吉连忙点头，将玉符捧在掌心，颇为认真地答道：弟子谨记师父教诲。不必太过拘谨，就如你此前喊我老师那般便可。你却是骗不得我，闭关修行只能让你道躯长大，心性却是难变的。龙吉顿时破功，做了个鬼脸，小声道：能正式拜师师父，当真是再好不过之事了。当日你为何会将茶水泼在燃灯道人身上？